迎收看关键时刻，我是张道和。今天川普他又他口了，他又缩了。原本说最快周末要去打伊朗，但他说现在要延后2周，完全缩进去。但说以色列会缩吗？以色列当然不缩。你看到以色列这几天一直在预告说我要去轰你的重水反应炉。他是用了大批的兵力、大批的这所谓的火炮去轰他，他说到做到。我们原本以为说轰完之后，现场一定会满目疮痍，一定会变得非常惨，但可怕的地方就在这里。来，我们看到这一张照片，我们原本以为轰完之后，它全部都会毁掉，但你看到它真正的轰的目标就只有一个，它借由这个口打开，我们俗称叫做天灵盖好了，打开之后，炮弹再直接发了进去，这代表一件事情，以色列它非常的狠。他玩的叫做精准打击，而且他说到做到，这一点今天吓坏了全球，尤其是中俄两国。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跟俄国看着小老弟被欺负，他们只能说话，他们没有办法再提供新的援助，因为再说下去，下一个被打的，下一个被杀的，或许就是自己。好，我们现在介绍今天的来宾，第一位财经专家黄世聪，大家好；时评人员张宇轩，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吕国珍，大家好；资深社会记者王瑞德，大家好；资深社会记者林玉峰，大家好。好，最后一位是专业专家林廷辉，大家好。志栋，现在我刚谈了，川普他口了，但是以色列没有人可以拦得住了。对，川普他关我什么事啊？我照样打，我照样轰。今天让大家觉得最可怕的画面、最可怕的照片是什么？就是以色列他去轰了这个所谓的重水炉。你看到这个地方哦，我们原本轰完之后一定会很惨。他旁边应该全部都死完了，对，全部都炸完了，对，没有，他精准打击到这个地步，也太猛了吧？对，没错，川普都面临到最后的决断，是不是要把这个何梅尼斩首，或者让伊朗这个整个灭国？目前为止，他陷入了一个他扣的局面，什么意思呢？他说了，我可能会在未来2个礼拜之内决定。好，那当然了，他目前犹豫不决，因为美国内部有不一样的意见，而且他要思考是说，我真的攻击了之后会有什么后果？他可能有一点瞻前顾后。不过呢，以色列没有在理这一套了，谁管你？我照样打，我照样杀。对，以色列就说，他赶快，纳坦雅胡还说什么呢？我们在行动之前呢，我们赶快警告尊敬的公民们，我们恳求你们赶快离开所有的区域。这个他是指德黑兰的18区，然后说你们留在原地会危及生命。为什么？因为以色列接下来要进行所谓攻击，他攻击的目标这次是哪里呢？他攻击大部分都是军事设施，甚至他攻击了纳坦兹，甚至阿拉克等等这些地方的核设施。那他讲完没多久之后，以色列的飞机就飞过去了。他后来以色列公布照片，我们就看到这张照片，这张照片大家看得完全傻眼了。他这个就是他所在地这个阿拉克的这个重水反应炉。对，他的方法是怎么样呢？我用的是类似手术刀的方式的，我先把你的天灵盖打破，对，打破个洞之后呢，我再直接丢炸弹进去，不断的轰，把你的重水反应炉轰掉，就这样而已。周边的设施旁边都没事，对，周边设施其实受损都相当有限，所以它展现一个什么力量？我知道你在哪里，我可以精准的攻击你。而且你说他这个画面就是他先往这地方，就像说动手术一样，是天灵盖开了，对，开了之后第2发又再下去了，对他。攻击的方式有点像这种精准的这个手术刀的方式，先把你挖一个洞之后，然后就不断的轰进去之后，把你的整个重水反应炉把你轰掉。所以这样，那当然啊，让未来这个伊朗啊，他要再提炼出布来说的话，可能难度就增加。所以呢，跟你讲，看到这个小老弟了，美国没有出手，小老弟做这么厉害，所以你看现在2个国家看得吓都吓死了，一个是当然是中国嘛，中国习近平过去都说，我中东我跟伊朗也好，跟阿拉伯国家也好，我可以当什么中东斡旋者，但是现在没瞎。另外一个普丁呢被他问到说，那伊朗你们不是有所谓的战略和这个战略伙伴关系的协议吗？他说，我们呢跟伊朗有，但是不包括国防合作，完全切割。对，现在大家都害怕，这个你看到这种手术刀式。天灵盖开个洞之后，然后再这样子的手术刀式的攻击，你看都像，美国都还没出手，以色列就已经这么狠了，所以呢，然后事实上这一次让你知道说，事实上现在的新科技在对付伊朗这个国家来说是绰绰有余的局面啊。而且里面最可怕的是什么？我们刚刚说那个叫做开天灵盖，对不对？开天灵盖，它要再炸下去，你以为炸说它随便乱炸？没有，你看到这张照片。他知道为什么？他就是专门炸这个黑点的这个部分，他要精细到说他要炸的是什么内容，是他完全掌握，而且
还真的让他炸到了。对，没错，他现在攻击的就是在阿拉克。阿拉克是什么地方？阿拉克是在伊朗的这个中北部的一个地方。你看，它原本的设施是这样子的，就是这个有一个类似是这个圆顶盖状的一个建筑物，这就是他们的所在。那么以色列把它认为说，它就是这个阿拉克的重水反应炉。我们刚才讲重水反应炉之后可以提炼出可以炼出这个原子弹。好，那它攻击的时候，你看它怎么攻击呢？他们用这个还原的这个照片还原，用这个影像还原，这样就是这样。然后里面来说的话，我们把它打开里面来说，里面就是这样。你看里面打开之后，往下看有一个机台在这边。你说我们这画面慢慢的下去，是。然后呢，一下去之后，这才是他们要的第2层最关键的那个设施。对，没错。你就这个天灵盖打开之后，它其实有一个类似个地下室的这个状况。地下室状况，你往下看的话，它有一个这个所谓重水反应器，就在这个第2层的位置。那你看外面的设施，其实波及的非常有限了。你看，我们对比这2张照片就好了。这一个是 before， 一个是 after。你看 before 来说的话是这样，这个重水反应炉在这边，对不对？那 after 在这边。那你看，事实上旁边的建筑物来说，大部分都还是蛮好的啊。所以呢，这就是你看之前跟之后来比。所以你就知道说，以色列的打击真的是有够精准的。我看的是毛骨悚然。为什么？因为他把他的天灵盖打开之后，他不是说其他的人、其他的飞机、其他的战机也要打一样的位置，对，他只要轰到其他的位置，对，他就歪掉了。没有，他每一次都是精准的。对，好，那这以色列跟你讲这个要干什么呢？稍后我跟你讲。我们之前不是说吗？福尔多的这个核设施就要一直打这个地方，先打穿之后要必须持续的炸吗？对，他这不就是展示给你看吗？我挖一个洞之后，我就直接打进去，这不是一模一样的局面吗？而且他当然我不用靠美国，我自己就可以了。所以他意思不是就是说我也可以做到吗？对，这画面他以色列故意放出来的。他这个画面是什么？你看，他说我们在这个伊朗境内一个非常热闹的圆环，我们已经看到这一台飞弹巡逻车，这台飞弹卡车，你看这台卡车上面载的飞弹。我们已经追到了，对，追到，但是我们有没有炸它？没有炸它，因为我们一旦炸它的时候，周边都是平民老百姓，我们可能一炸下去的话，哇，周边会波及到人。等到它开出去，人没那么多的时候，是马上就炸到，而且它是从市区一路跟到外面去的。对啊，你看了，它这台车在这边，对不对？然后后来经过一个圆环这边很多车，你看这随便看旁边都有一大堆车。我如果真的攻击下去的话，搞不好会波及无辜。所以等到它去比较郊区的时候，你看。周边没有人的时候，车比较少的时候，我就一炮过去就把你击毁，所以就用这样的方式，所以呢，等于是说让平民损伤减少到最低的这个状况。另外是什么？这也是一样啊，他们单车道所谓很多防空飞弹，有没有？防空飞弹他们都探测到啦。就我们不是说吗？现在的伊朗防空飞弹，你只要敢打的话，你或者是敢冒出头的话，以色列马上就抓到，马上抓到之后，马上就开始发。马上发到蹦蹦蹦，然后你看上面圈了2个圈是谁？有2个人在那边指挥啊，他们就举手，他们2人举手投降。为什么？我的飞弹车已经都被炸掉了。对啊，你不要杀我。对，就投降。但是呢，以色列当然也不会放过嘛。下一秒的话，你就这么狠，下一秒就直接把他们处理掉。因为他们2个就是这个在处理武器的相关人员，他们一定要把它解决的这个状况嘛。所以呢，这就是以色列他们在这一次的精准打击的这个画面。好，那我们就讲，相对于以色列是手术刀，它可能是偏差都非常非常小。那么呢，伊朗这次就这个有点落惨，为什么有点落惨？这几天不是这个他们被攻击之后，他们有进行反击嘛？对。那反击的时候，他们就误中很多平民目标，是他们这次呢打中了在这个索罗卡的这个医疗中心，他打医院，对，国际中的大忌，没错，大家都认为说，在武装冲突中间来说，绝对不能够攻击医院，就没想到攻击医院。我们前几天不是有说，他也打中他们的这个所谓股市的这个中心、证券中心，为什么？因为他然后伊朗就出来说，没有，我们不是故意要打这个，因为为什么？我们绝对不会伤害平民。那说，那你为什么打到这个？他说，因为我们的飞弹没有准确度不够高，因为什么？因为他说我们原本的目标是这个地方。我们如果距离这个医院来说的话，他们2个的执行距离大概1公里多，那如果要开车的话，大概是1.6公里左右。他说我们的主要目标是在这个医疗中心旁边的卡夫加姆内盖夫的这个科技园区。对，那这个距离大概是这个1.6公里到1公里左右。他说我们要打的是这个东西，我们不是要打医疗中心，打来误会我了，纯粹就是我们的飞弹比他烂，就这样好。
那为什么要打这个中心呢？因为这个中心是以色列最先进的研发中心，它里面主要是做什么？以色列国防军的 C4I 的这个学院，好，它里面负责什么？指挥、管制、通讯，还有电脑跟情报的精锐的技术。所以等于说，我攻击这个地方，我可以把以色列的眼睛啊，以色列指挥系统端掉一部分，就没想到，结果炸到1.4公里、1.6公里外的医院。所以我就说，你看，我们刚才看。这个以色列的精准度大概是公尺等级的，但是呢，你看伊朗的准确率是公里等级，你就知道两个国家的这个实力实在是差距非常远。好，我们讲以色列来说，你看，这目前为止他们就说什么？他说，我们目前为止来说啊，一直不断的摧毁，包括说伊朗境内的所有的，包括说他们的飞弹设施，还有雷达设施，我们已经销毁120座左右的这个所谓发射器。那目前为止来说，伊朗的库存啊，或者武器的含量都已经大幅的这个降低，甚至我们不只攻击它的军事目标，我们还攻击他们的北部的这个塞菲德鲁德的这个工业园区，然后把这个地方来说，把他们当地的工业区炸了一顿，通通炸毁了，炸掉就是让你的生产力大幅的降低嘛，哈，就没想到打到现在为止，以色列就说 OK， 我们开放我们的领空，那尤其是靠近伊朗这个边境，我们看到这是什么画面？等一下，这画面是什么？有人的航班在上面还在跳舞。对，没错，这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坐在国内航班上面那开心，为什么？那很开心啊！你看一般的航空坐上飞机不是都是暗暗的，他们你看拿着以色列国旗，然后在那边跳舞，很像是在开趴的一样感觉。这是多么自信的一件事情。对，现在两军还在打哦。对，飞弹随时都会来哦。对，结果你的民航的飞机就可以这样在领空上面。你看目前为止，完全不害怕。伊朗境内没有任何的民航机嘛，甚至连飞机都不敢飞过去嘛。那以色列就说，拿 Kin 玩照样飞，马照跳，这个马照跑，舞照跳，这样好在那边飞给你看。但是反观过来，我们来看看伊朗。伊朗这边来说的话是德黑兰，对，德黑兰的市区，他们目前为止这个捷运也是照发啦，地铁照发，问题是没有人在路上，一个人都没有，没有人，空荡荡，人很少啊，是不是人？看起来也不像几个人而已啊，人很少啊。为什么？因为他们现在出门了，很怕说，突然有个炸弹炸到我头上，那我不是完蛋了哈。那目前为止来说，我们就讲，那很多人就问说，那你就这个川普跟这个纳坦雅胡不是就要求你们离开德黑兰吗？他们就说，不是啊，我不是不想离开我想离开德黑兰啦。问题现在是怎么样呢？现在我要走这样一些盘缠吧。对，那我去银行领钱，没钱，那没钱要怎么办？对，没钱啊，没办法。而且他说，我们目前为止在德黑兰有些地方还会有网络讯号。对，除了德黑兰，搞不好什么都没有。所以目前为止来说，所以所有人都在德黑兰的银行外大排长龙，每个人都要拿钱，就没有一个银行可以发得出来。对啊，所以他们现在目前为止也只能够耗在德黑兰境内里面的一个状况。那甚至有一个这个伊朗的这个士兵，他被派出到德黑兰，然后在周末的时候返回卡拉季去探望家人。他说很恐怖啊，他说我在德黑兰的时候，因为有非常多飞弹，他说好像飞弹都知道我在哪里，都要针对我来攻击，因为很简单，因为他是军人嘛。这个以色列就是要攻击你所有的军事目标，所以他躲到哪里去，好像都针对我，因为你就是军人，你就是被他追杀的对象。甚至他回到卡拉季的时候，看到这个天空也是有在飞弹，所以等于这个不管你是跑到哪里去，你是伊朗的军人的时候，跑到哪里去，你都感觉到以色列在追杀你那种恐怖气氛嘛。宇轩，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地方，我们不断的在讲一件事情，为什么可以精准打击到这个程度？我们刚刚讲，光是这个重水反应炉已经让全世界都傻眼了。我心里讲，以色列你也太凶了吧！后来我们一看，以色列为了打这一次，他把他的大杀器通通都拿出来了。尽管你多能隐藏哦，多能伪装哦，我照样找到你。这根本是电脑断层式扫描的，我们讲的战场征收，吓死人。我们大家知道 X 光对不对？但不好意思它这个比 X 光还厉害。这个东西呢叫做 Spectral CU， 什么意思？它是用高级的这种光学辨识系统，包括有一些被动的感测器，还加上所谓的 AI 人工智慧，所以它可以造成一个效果。当你整个画面扫过去，比如说无人机拍到，那你肉眼呢？你如果用眼睛看你根本看不出所以然。对。但是呢，它有电脑帮你去做判断，整个地形地貌里面，比如说这边有人用迷彩，前方有敌军用迷彩伪装掩护，它都看得出来。比如说这个树丛里面来照，真的啦，我跟你讲，这我哪看得出来？这你说里面这一张照片里面是有敌人？对啊。我两个都不夸张，你真的观众朋友，你肉眼大眼睛看，你根本就看不出来啊。然后他直接把你扫描说，来，就这一块这个区块里面呢，其实这是人用布伪装的，怎么才不看得出来？很可怕。而且他从陆地到海上甚至包括在树丛里面，各式各样一层一层的，因为它是有一个广泛的这种监控范围之内嘛。等于说，你看来
它是用这个光谱去分析陆地，它有陆地的分析办法，对也就是哪里的高低起伏，或者它的光学的反射，所有的地形你都逃不过我的法眼。在我的检测之下，你看Flexibility Operation Mode 就是透过这个小小的感测器，它都可以去做大范围的以及细部范围的判断。我以为这个机看起来像一个监视器一样这么强，而且我们一直讲，他们有很多的地下核碉堡、地下的核反应炉，都可以靠这个东西完全都清清楚楚。对啊，它等于是说多层次的，不管你上到下，它都有办法去做监测。更可怕的是什么？你说宇轩，但竟然它这个这么会探测，我躲在它看不到的地方，我躲在地道里面，你是抓不到我了吧？错，为什么？因为以色列啊，先前是不是击毙哈马斯？大家记不记得新瓦那时候呢，整个人躺在地道，才发现说，赵和啊，他是生活也在地道，医疗也在地道。从头到尾24小时都住在地道，那怎么会找得到他呢？那时候证件还有出来啊，跟你讲说去猎杀他，就现在跟你讲叫做钻石部队。你知道钻石是什么吗？是不是深埋在地底下的珍宝，而且无坚不摧？所以他们利用钻石这个名声，代表说你不管躲在哪里哦，我钻，我都能找到你，我都有办法找到你。而且你知道他们有什么检测仪器吗？他们检测仪器是他会用专门那种地震仪器，什么意思？我只要摆在地上哦，定点，比如说这边1个感测器、2个感测器，把这个方圆100里之内的都布完之后呢，如果你有震动，因为你地道里面你会走啊。你会搬器材，你会运输啊，甚至你在挖的时候会咚咚咚咚咚啊，对，他马上可以感知到说，不对，地下有东西，有东西之后呢，他就可以开始进行我们讲的反向的攻坚。但你讲到这边哦，我跟你讲，以色列现在连空中哦，它有一个新型的我们讲无人机。一般我们讲到无人机，对不对？天上飞的，刚才讲到地上钻的，攻击的居多啊。就说我用自杀型的这种无人机，说它不是。它是什么？战术多功能。就说我今天在战场里面，我被4面敌军包围。这时候我就可以利用这个无人机承载，比如说我所需要的补给的弹药，或者我需要的物资，或者是照明弹，或者是相关的电子仪器，我就可以直接空降落在那边。而且与此同时，它还是具备有打击功能，所以等于就是说它可以当运输机，它也可以当打击机，而且它的量体又够大，所以对他来讲，这个东西哦，根本就是跟大家一般所想象的，所以他们根本是一套的。从你刚刚讲说有监视、有扫描，当我知道人在哪的时候。这种杀人式的这种无人机，这种可以载重这么重的，就杀过去了。对，照它可以打，然后它也可以侦，它也可以侦测啊。它与此同时，它也可以运，所以它是侦打运3位一体。就因为它13公斤，它这个量体是非常大，而且它是重复使用的，不是像你想的我飞过去然后就撞上去。所以现在它对于来讲，它可以算是无人机里面的小型的航空母舰嘛。但你知道吗？他们现在连无人的车啊，不只是机啊，都做到我们讲非常淋漓尽致。比如说我们讲这个载台，这个叫 Look， 对，那这个 Look 可以干嘛呢？第一个来赵和，它很大一台，就是这一台，它大概1.2吨。你知道它现在干嘛吗？它现在在自动跟车，自动驾驶、自动跟车。我们现在一直想说要有装自动驾驶，就它真这个就可以自动跟车，而且它不是跟车哦，自动跟人哦，人在那边走呢，它就可以自主运行。而且呢，当比如说它遇到障碍物，比如说这边颠簸啊，或这个道子比较狭窄啊，它都还知道，比如说我要绕一下，我要转一下，就是说它有自动的我们讲的它有这么灵活适应地形的能力。而且与此同时呢，它又像一个指挥中心，它会把呢全方位的我们讲的相关的，比如说其他接收到的一些讯号啊，或者是资讯啊，全面的呢传输过来。而且你有没有看到每一台车上面都有什么？因为它这台车1.2吨，都可以搭载非常多的物资来进行所谓的运送。甚至是呢，它的声音啊更厉害，因为一般你说战车、卡车、坦克都会轰隆隆隆隆隆隆，对不对？但它不会，为什么？因为它可以用全电子，它全电子也可以跑30公里，它可以有一种很逆踪的这种功能，比较不会被人家发现。就像大声音，特斯拉经过你旁边，你都会吓一跳，你知道吗？对，就很小声，就那个电子的声音，它也是这一种的，对，就转轴的声音而已啦，就没有其他声音了。而且它还可以作为我们讲的情报征收。最厉害的来了，大家都只知道以色列防空有铁穹，那铁穹的组成就是我们讲庞大的火箭弹以及广大的分布的密布嘛。但是它不是，它这个新的叫做 Barak N 叉，这个叫做闪电 N 叉。你知道什么叫闪电 N 叉吗？最近它立下一个战功，它放在巡逻舰上哦，就当伊朗有8架无人机缓缓的飞过来的时候，那这时候该怎么打？你如果用铁穹打，或用防空飞弹打，浪费钱。我大炮打小鸟，他说好，我这个 N 叉就专门针对你这个。首先他当时规划的时候，你看直升机它也可以打，战机它也可以监控，因为它各自，比如说你看它下面这3个，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代表说我有不同的侦测的我们讲的仪器。
那连呢我们讲潜艇或者是说水下的水雷，我也可以监控。所以这一次当无人机飞过来的时候，因为它有150公里左右的我们讲的拦截的射程，直接就把人家给击落下来。所以你想想看，方方面面对以色列来讲嘛，他早就已经做好准备，要跟伊朗进行全方面的战争。瑞德，我真的觉得现在听完毛骨悚然，以色列也太凶狠了吧！我们看到精准打击之外，我们在前2天的时候，我们还特别提到一件事情哦，它是大规模一次，包括你的核子学家，包括你的高阶官员，在一夕之间，通通是被杀掉了。我那时候还给大家看到一张照片，是他打这个所谓的民宅，只有1层楼有失火，那时候我们就已经非常惊讶。今天他们要公布一件事情，他说谁跟你玩这种？他们现在是什么？秘密武器是让这些原本要被我们杀的人在睡梦当中死亡。先讲，还有这种杀人的方法？对，没错。那么以色列拒绝透露啊，这种秘密武器是什么？不过呢，他这个秘密武器显然非常的可怕。为什么呢？因为我讲坦白了，要杀将领比较容易嘛，对，但是要杀科学家就不容易了。为什么呢？因为科学家分散在这个不同的地方之外呢，他们居住的地方通常也是一般的大楼或是民宅等等嘛，所以你必须要第一情报跟监，你要知道他住在哪栋大楼的哪一层的哪一户里面房子里面的哪一个卧室。他们这次杀的这个秘密制裁暗杀了10名的顶尖核子科学家里面。其中有9位是在睡梦中睡在自己的床上被暗杀狙杀掉的。他在说睡很不梦中容易啊！死亡。我告诉各位，那是就是有一句话叫做“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你知道吗？他真的到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而且呢，能不能够精准掌握到他整个房子里面呢？这个科学家睡的主卧室呢，睡在那个床上了以后，同时他是同步的。同步9个人砰的一起发作，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他是怎么办到的。如果今天是跟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所知道精准飞弹锁定然后射进来，对吧？对，那简直像是天方夜谭一样。为什么？因为他要如何飞弹要锁定到？你要知道他们住的房子、住的大楼也不是每一栋都是面太阳，还是都等于说是开放的空间嘛。总是会有弯弯曲曲干什么的嘛？你的飞弹是怎么打进来的？你的飞弹是怎么锁进那个卧室，直接打进来他卧室，把他给杀死在床上的嘛？所以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想，因为呢，每一个人都是在爆炸火光中死亡的嘛，会不会摩萨德的这些所谓的这些相关的特工，早就潜入了他们的房子里面？在房子里面都装了相关的炸弹，你不要以为不可能啊！过去就曾经发生过，那个爆炸是从里到外，不是从外到里呀。从外这样打进去，那当然是飞弹。对，可从里爆炸到外，那当然是里面被装了炸弹嘛。所以呢，里面到底是怎么进去、怎么搞的，目前不知道。但是这些科学家吓死了，他为什么选择这10个？另外，他杀了这9个科学家之后呢，其中有一个漏网之鱼，开车在路上，他是漏网之鱼，锁定他一样把他给炸死。所以你就知道，只比这个9个人呢晚一点点，所以表示他们的情报系统做得非常的完美。他的情报，请问谁提供给他的？当然是伊朗自己人嘛。伊朗人自己在众筹高金的这个悬赏之下呢，出卖了自己人嘛，内神通外鬼。对，他如果只靠高科技，美国的高科技卫星啦，还有包括他们的摩萨德，没有办法掌握到如此的状况嘛。所以你就知道之间的可怕。另外一个部分是，除了科学家之外，因为他杀了这些科学家，又用这样的方法杀科学家，他是杀一儆百，他在警告其他科学家，如果你们继续帮他提炼相关的这个等于说U235啊，包括这些做核弹的东西的话，他们这10个人就是你们的借镜，这才可怕。所以以色列在这一次摩萨德在这个处理这一次的暗杀行动里面呢，在第一时间里面啊，里应外合，外加配合那边包括空袭、包括飞弹等等啊，这是我们必须这样讲。不管你喜不喜欢、赞不赞成以色列这样的行动，但是他们在情报战跟相关的突袭战里面呢，是获得了100%的成功。廷伟，我越来越看不懂川普。之前不是讲的跟什么一样？我最快24小时，我最快，我周末我一定打。结果话锋一转，改为2周。现在他不是最讨厌人家叫他什么 taco， 现在他又说了吗？没有，其实我没有认为川普说了，没有说。对，
我认为川普正在用一种计谋哈，这个所谓的双杀计谋，或是一箭双雕的这个双杀对，怎么双杀呢？第一个啊，如果今天他放手给以色列去做的话，那以色列绝对可以把哈米尼把他干掉。对啊，这个对以色列来讲的话，都不是什么难事，你知道吗？他既然可以把那些军事的参谋总长或者是说相关的军头都把他做掉来讲的话，现在大概他的领导人只剩下3个人左右，做掉来讲，他们就群龙无首。所以关键在川普要不要点头让纳塔雅胡去干这件事情嘛？那为什么会拖2个礼拜啊？你看到最重要来讲，战事或是军事来讲的话，是最不希望就所谓拖时间的，对速战速决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但问题是拖2个时间了，2个礼拜时间，各位把它算一下啊，6月19号开始拖2个礼拜时间，会到几月几号？7月3号不是吗？对，到7月3号的时候，7月4号不是美国国庆吗？美国国庆日庆祝美国国庆的时候，前面是不是要一个重大的攻击来庆祝美国国庆？把谁？把哈米尼的项上人头作为祭典，不是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你知道这个电影《ID4》啊？对，《ID4》里面不是就演这个7月4号美国国庆日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有没有？美国反攻回去了，外星人入侵，美国反攻回去，不是吗？你现在看到一件事情啊，伊朗最让他讨厌的是什么东西？就是核子武器。对，核子武器的话，我今天把你端掉。对川普来讲，这个政权来讲，是不是我不用出兵，我可以把伊朗的这个事情搞定？那对川普来讲不是加分吗？对不对？好，那你再把时间算到这个时间点上面，7月8号、7月9号的时候，你看看现在川普在飞机上不是讲吗？日本很硬哦，日本很难谈判哦，贸易谈判很难谈哦。哎，中国习近平不是也在跟他拖时间吗？对，你看你觉得7月初的时候，这些贸易谈判会有什么重大的结果出来吗？这对川普来讲的话，他怎么跟老百姓交代？伊朗转移焦点，所以他在等待，等2周，对，把哈米尼拿来祭旗，刚好把这个事情拿来祭旗之后，整个月7月整个月来讲的话，全部都是伊朗事件，全部都是伊朗的新闻。那谁现在去管那个贸易谈判的事情，对不对？现在所有新闻不是被伊朗全部盖掉了吗？那谁再去讨论这个关税谈判？谁再去讨论这个贸易，对不对？当然大家很关注没有错，但是各位晓得，伊朗事件来讲的话，可能引爆所谓的核子战争。更加受到关注，所以其实川普啊心里有一个时间表，他那个时间表，因为为什么他也否认说华尔街日报说他会出兵会干嘛之类的，把这个他说华尔街做掉啊，不懂我，对，不懂他。但事实上，如果你仔细看一下，他们在这个川普这个当时竞选的时候，后来当选之后，叙利亚政府阿萨德突然间就流亡俄罗斯了，这个模式或许是美国比较希望要的。也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我现在你这个政权来讲的话，要么你就流亡俄罗斯，你不流亡没关系，我就点头让纳塔雅胡把你干掉。那不管怎么样，反正都是到最后你政权就是下来，然后我换一个亲美的政权上去，这个可能才是美国所要的。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